我妈昨天在你们店里染个黑发，门口写着98，怎么结账就变成了1688？你妈做的不是普通染黑发，是总监调色、发质修复、头皮保养，还有锁色护理。项目都做完了，现在说贵不合适吧？我没问你们做了哪些项目，我问的是这1688里哪项是做之前报过价的？该说的昨天都说了，阿姨自己点头同意的。我没听明白，她说这么贵，我就是看门口写着98，想着染个黑头发。阿姨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说了，你头发白得多，普通染发盖不住？你是说过白头发多，那不就行了？我还说了要做修复，不然染出来不好看。可你没说要1000多啊。阿姨，我们开门做生意，项目都有价格。你儿子今天过来闹，不代表昨天没沟通过。找你们问清楚账，这叫闹。算了吧，小远，钱都付了。妈，钱付了，不代表账就对。昨天你们怎么收的1688，今天就怎么说清楚。说得清，这钱我们出；说不清，多收多少，退多少。你说退就退？你以为美发店是菜市场？菜市场买菜也得先讲价。何况这是商场里的店，门口广告写98，最后收1688，差了10几倍，总得有个说法。说法就在这里。总监调色388，发质修复399，头皮保护398，锁色护理299，造型定型204，合计1688，清清楚楚。清楚的是你现在打印出来的账，不是我妈昨天做之前听到的价。你妈昨天坐在那儿，我一句一句跟她讲，她也一句一句点头。成年人消费，不能今天儿子来了就说不算吧？她点头的是染黑发，还是点头1688？意思都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妈点头，不代表她知道要付1688。我都说过了，你说的是盖得好一点，护一下，不容易掉色，还是直接告诉她每一项多少钱？项目可以推荐，价格要先说，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。你别在这玩文字游戏。服务行业都是先看顾客情况，再推荐适合项目。阿姨头发情况在那里，普通98做不了。普通98做不了，为什么门口还写染黑发98？那是基础价。基础价3个字写在哪儿？下面不是写了吗？具体项目以到店沟通为准。沟通是做之前把价格说清楚，不是做完以后把账单打出来再告诉老人这是沟通。我昨天就是想着逛完商场顺便染一下，小伙子说98能染，我才坐下的。阿姨，你这话说的不完整，我当时明明说了98是普通染，你头发白得多，普通染容易掉色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说为我好，可你没说这么贵。我怎么没说？我说了修复、养护、锁色，说项目名不等于报价格。这几个数字昨天哪句话说过？我每天接那么多客人，不可能每句话都记得一字不差。你不记得没关系，商场有监控，你们店里也有监控。昨天我妈几点进店，几点坐下，几点开始，几点结账都能看。我们店内监控不随便给顾客看。我没说随便看。我先问你们一句，昨天做项目之前有没有让他看过完整价目表？墙上就贴着。有没有拿给他看？墙上贴着还不够。那他进门是看墙上的价目表，还是看门口98的立牌？他坐下来之后，我已经提醒过他了。提醒他头发白，还是提醒他价格1688？你是不是就认定我们坑他了？我没认定，所以我才让你们拿依据。昨天他们好几个人站旁边，说这个不做染不好，那个不做伤头皮。我一个老太太也不好意思一直问钱。阿姨，我们昨天谁逼你了？谁按着你手让你付钱了？别吓他。我吓他了吗？我是在讲事实。他自己刷的钱，自己签的字，现在你们回来反悔，这不也是给我们添麻烦？签的什么字？你刚才说他签字了，签的什么？消费确认单。拿出来。把昨天刘阿姨那张确认单拿出来，看清楚了，顾客本人签字确认，自愿接受门店推荐项目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是他们让我结账的时候签的。阿姨，你不能乱说。确认单当然是做项目前确认的。不是，昨天你们说要结账，说流程上要签一下我才签的。阿姨，这话你可得想清楚，白纸黑字在这里，签名也是你自己的。不用想，你既然说这是做项目前签的，那就简单了。什么简单？确认单上应该有时间。服务开始前签的，就应该早于染发时间；结账时补的，就会晚于服务时间。时间呢？我们确认单一直都是这个格式，没有时间。你怎么证明他是做之前签的？我能证明你是收费项目的执行人，你证明你自己。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确认单有签字，账单有明细，项目也做了。你妈头发现在是不是染黑了？是不是比之前好看了？头发染黑了，不代表1688就是提前确认的。
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3样东西：第一，昨天完整消费明细原件；第二，项目添加时间；第三，确认单是在服务前拿出来记录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们店里的系统记录凭什么给你看？不给也可以。那我去商场服务台登记投诉，再打市场监管电话。你们说不清的，让能调记录的人来问。你想把事情闹大？不是我想闹大，是你们把98染成了1688。1600，染个黑发这么贵？门口不是写98吗？大家别误会，每个人发质不一样，价格当然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，可以做之前说清楚就没问题。行，你要明细，要确认单，我的都给，但退钱不可能。阿姨昨天做的项目没有一样是白做的。我没让你白做，我只问这张单是不是服务前签的？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冯总监，你也确定？确定。昨天我就是确认完才做的。好。刚才这句话我录下来了。你录音？从我进店问账开始录的。消费争议，留个记录。你这是侵犯我们隐私。我没录你们休息室，也没录你们个人生活。你们现在是在商场店面里处理我妈的消费账单。你们说确认单是服务前签的，那下一步就看记录，只要记录对得上，我认。行，那你去投诉。我们商场里开店也不是第一天。好。这个不能拿走。我没说拿走，我拍照。也不能拍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店内资料，上面有我妈签名，有我妈消费信息，也是我们这单争议的关键材料。你说它能证明你们没问题，却不让我拍？我可以给你看，但不能拍。谁知道你拿出去乱发什么？那就更简单了。你们不让拍确认单，也不给项目添加时间，却让我相信这张单是服务前签的。妈，我们去商场服务台。小远，会不会太麻烦？不麻烦，钱可以不多，但账不能糊涂。你们不能拿着小票就走，事情还没说完。你想拦我们？我没拦，我是让你们把话说清楚。话我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们拿不出服务前确认记录，我就去找商场。小冯，让他们去。第一张证据有了。小远，妈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有妈，你只是想染个黑发，不是想买一张1688的账单。曹店，真让他去投诉？怕什么？签字是真的，钱也付了，商场最多让我们协商。可确认单确实是结账的时候补的。闭嘴！以后这种话别在前台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把昨天那单系统记录调出来。调出来不就看见加项时间了？我让你调，不是让你拿给他看。先生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帮您登记。您是说门口广告写染黑发98，实际收费1688，对吗？对。有付款记录吗？有，我昨天付的。付款时间是昨天下午4点37分。麻烦你再记一下，店里现在拿出一张自愿消费确认单，说是做项目前签的，但那单没有时间，他们也不让拍照。不让拍确认单？对，这涉及消费凭证，我们会联系门店配合说明。妈，你不用怕，我们就按单据说话。昨天我就是不好意思问，小冯说不做修复会伤头发，说不锁色很快掉。我想着都已经做下了，就听他的。后来钱一出来，我都懵了。他们昨天有没有一开始告诉你总价？没有，直到结账收银才说1688。有没有在染之前拿确认单给你看？没有。那就够了。陈云，这就是普通消费纠纷，没必要弄这么大吧？曹店长，顾客投诉金额和广告价差距比较大，我们需要按商场流程登记，请你们提供昨天这位顾客的消费明细、付款记录和项目确认材料。明细有，确认单也有，但顾客不认可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不是不认可，是你说确认单做之前签，却不让拍，也拿不出时间。店内资料有规定。曹店长，顾客本人消费相关材料至少应当允许核对，你可以遮挡内部编号，但签字、项目、金额这些要说明清楚。商场也不能只听他们一面之词吧？昨天阿姨每一步都答应了。那就看监控。我妈昨天从门口看到98立牌，到你带她坐到总监位，再到染发开始，商场公共区域应该都能看到。店内监控你没权利调。店内监控我现在没调，但门口过道的监控不在你店里。我们可以先调取公共区域监控，确认顾客进店情况和门口广告展示情况。至于店内消费过程，后续需要门店和相关部门配合。没问题，我们配合。
还有那张确认单。确认单在店里，拿原件过来。你没资格命令我。我没有命令你，我只是要求商场见证一下确认单原件现在在他们店里，且没有时间。曹店长，请你把确认单原件拿过来，我们现场登记材料情况，不带走。行。曹店，那单真没时间，拿过去不就露馅了？露什么馅儿？没时间又不是假签名。可他一直问服务前还是服务后，就说服务前。万一商场看监控呢？冯立峰，你记住，昨天是你跟他沟通的，是你说他同意的。曹店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顾客服务过程你最清楚。确认单无签署时间，顾客本人表示签署发生在结账阶段，门店表示签署发生在服务前，双方说法不一致，需进一步核实。曹店长，我再问一遍，这张确认单是不是染发之前签的？是。冯总监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麻烦商场登记，他们两个人都确认这张单是服务前签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只要查到我妈昨天结账前这张单有没有出现过，就知道谁在说真话了。曹店长，这张确认单我们已经登记了，没有签署时间，双方说法不一致，后面需要继续核实。我已经说了，是服务前签的。那现在先看第一件事。您说，我妈昨天是被门口98的广告吸引进去，还是自己主动进店点了一套1688的项目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人是他自己走进来的，我们又没拉他。自己走进去不等于自己点高价。门口广告写的是染黑发98，他看到这个进去，和他主动选1688不是一回。别老拿98说事儿，98是基础染阿姨头发情况不一样。那他进门之前知道自己头发不一样以后要付1688吗？他坐下来以后，冯总监给他看过头发，也沟通过方案，所以先看他为什么进店。商场公共区域监控可以核实顾客进店前的情况，请几位跟我去监控室。公共区域监控也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吧？我们按投诉流程核实，只看门口公共区域，不涉及店内隐私。小远，要不算了吧，别闹得人家商场都知道。妈，不是闹，是他们说你自己选了贵的，我们就看你当时到底看见了什么。张师傅，麻烦调一下昨天2楼东侧美发店门口下午2点到3点之间的公共区域监控。好。我就是那时候看见的。从公共区域看，顾客确实是在门口广告前停留后，被门店人员接待进店。这只能说明他看了广告，不能说明我们没沟通后续项目。我没说能说明全部，但至少说明一件事，他进店的原因是门口那个98。他看见98进来，我也没否认。可他头发白得多，我作为发型师推荐更适合的方案，有什么问题？推荐没问题，问题是他进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他98做不了，要换成1688？我不可能一进门就报价，总得先看头发吧。那就继续看。店内监控你看不了，我没要求看店内，门口到前台，前台到工位，这段公共区域应该能看到吧？只要是公共通道，不涉及店内具体操作，可以看。停一下，这张椅子是你带他坐过去的，店里空位就那儿，他有没有主动说要坐总监区？他一个顾客哪懂什么去不去的？这句话记一下。他不懂什么去不去的。他不是那个意思，顾客不懂，我们才要专业推荐。专业推荐可以，但你们刚才说我妈自己选择总监服务，现在你又说她不懂什么去不去的。我说的是她不懂专业，不代表她没同意。同意之前得先知道。目前公共区域监控显示，顾客是被门口98元广告吸引，之后由冯先生主动接待并带入店内总监区。这个情况我会登记。登记可以，但不能只登记这一段。他后面做项目也是真做了，后面当然要看。下一步看项目是什么时候加进系统的，系统是我们店内经营资料。那你可以不拿，但你说服务前确认过，总得有一个能证明时间的东西。确认单没时间，公共监控也没看到服务前确认，现在只剩系统加项时间。你这是在套我话？没有，我只是按你们自己的说法往下问。你说服务前确认，那材料就应该能对上。小冯昨天一开始就说98也能染，后来坐下才一直说要加这个加那个。阿姨，我什么时候说98也能染了？你别问他，我问一句怎么了？他说的话不对，我还不能纠正？你昨天已经纠正他半天了，现在让材料说。几位，我们回服务台，后续涉及门店系统，需要联系门店负责人和区域管理人员一起核实。不用麻烦区域，我们门店自己能处理。你处理的方式就是拿一张没时间的确认单，让我妈承认1688。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那你就把话说好听点，系统里每一项是什么时候加的，能不能看？曹店长，按照商场投诉流程，金额差距较大，且涉及价格公示和确认材料争议，我们需要联系你们区域负责人到场。
陈云，这事儿没必要上报吧？我们又不是不处理。您刚才已经拒绝提供系统核对，我不是拒绝，我是说这是内部资料。那就请有权限的人来判断哪些能核对。您好，这里是商场服务台，2楼美发店有一起消费投诉，涉及98广告价与1668元实际收费差异，门店确认单无签署时间，顾客要求核实项目添加时间，请区域负责人到场配合。曹店，区域真来了，系统时间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加项时间只能说明录系统晚，不能说没沟通。可那张确认单是结账时候签的。这句话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小远，我昨天要是多问一句就好了。妈，问题不在你有没有多问，他们要收钱就该先说清楚。区域负责人20分钟内到场。行，那就等。反正我们项目真实做了，顾客也签字了。好，那等区域来了看系统时间。我是区域负责人许文博，投诉情况我在电话里听过了。材料在哪里？许经理，这是目前登记的情况，广告价98，实际付款1688，确认单无签署时间，门店称服务前确认，顾客称结账时补签。确认单为什么没有时间？我们门店一直用这个格式，顾客签名确认就可以。我问的是为什么没有时间？之前没出过问题，没出过问题不代表流程没问题。周先生，您的诉求是什么？很简单，退回多收的钱，让他们把昨天怎么从98变成1688说清楚，再就是给我妈道歉。明白，我们先核事实，事实清楚后该退，该处理处理。许经理，项目确实做了，阿姨的头发也是染好的，不是我们没服务。没人说你没服务，现在核的是服务前有没有明确报价，有没有有效确认。系统记录能调吗？能是能，但这个属于门店内部资料。内部资料不是不给核的理由。你们既然用这张单证明顾客自愿消费，就要证明他签在服务前，系统时间、开单时间、加项时间都调出来。那去店里看吧。打开昨天刘女士这单。好的。先看开单时间，下午2点14分。初始项目是什么？看系统说。初始项目是染黑发，98元。开单先按基础项目开，后面根据顾客情况调整，这很正常。我没说不正常。继续看加项。那时候都快弄完了。阿姨，项目是过程中做的，系统晚点加也正常。你刚才说确认单是服务前签的，如果确认单是服务前签的，为什么2点14分开单只有98？确认了以后也可以后面再录系统。那确认单上有全部项目吗？许经理，麻烦看一下确认单打印时间。确认单是纸质的，哪里来的打印时间？这张单不是手写的，项目名称、金额都是打印出来的。既然是打印出来的，系统里应该有生成记录。查单据打印记录。许经理，这个平时没人查这个。现在查。4点32生成的确认单，你们说是服务前签的。生成时间不代表签字时间，可能是先沟通后补打印。曹永胜，你自己听听这句话。确认单的作用是服务前让顾客确认项目和金额，你现在说先沟通后补打印，那这张确认单就不能证明服务前确认。许经理，我昨天确实跟阿姨说过，她当时也点头了。说过什么？说过她头发白得多，普通染发盖不住，要做护理，要锁色。说过1688吗？我说了项目，我问价格，你说项目，她点头，然后系统加价，确认单结账前生成，最后你们说他服务前确认了1688，中间少的那一步在哪里？他一个成年人做了这么多项目，不可能不知道要收费吧？知道要收费和知道要收多少是两回事。曹店长，你作为店长，昨天这单有没有做服务前价格确认？我不在现场，是冯立峰服务的，收银确认谁审核的？门口广告谁负责摆放？确认单格式谁在用？门店一直这么用，你是店长。许经理，我不是不处理，我可以给阿姨申请部分优惠，但不能说我们违规。项目确实做了，总不能全退。我没让你全退，门口写98，我妈进来也是按98染黑发。你们额外加的那些项目拿不出服务前价格确认，就退额外部分，98以外多出来的1590退回来。你们该怎么内部处理是你们的事儿。这个诉求合理，是否最终这样处理，我们还要把材料核完整。许经理，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。顾客头发确实做了护理，药水也用了，人工也花了，那就拿服务前确认。你说药水用了，我不否认。你说人工花了，我也不否认，我只问收费前你有没有让他知道价格？曹店，当时是你说这种进店客要尽量转护理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别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门口98引流进来先按基础开单，后面转护理，这不是你平时开会说的吗？你们先别互相推，
有没有昨天这单的业绩归属和提成记录？原来这张1688不只是发型师一张嘴。周远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门店有业绩考核很正常。业绩正常，把98说清楚，再做业绩也正常。这单先暂停争议金额。梁倩，把系统记录截图打印出来，确认单原件留在商场服务台登记，不得更换，不得补写。确认单原件不能留外面，不是带走，是商场见证封存复印件，原件你们留店，但不得改动。我们区域这边也会同步留档。许经理，没必要这么严重吧？有没有必要看事实。在处理结果出来前，你们2个人不要再单独接触刘女士，也不要让她补签任何说明。谢谢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我就说我是结账时才签的。现在不是你一个人说了。曹店，这事儿再查下去，真要退钱了。闭嘴。阿姨，要不这样，你写一句昨天项目都做过，具体金额有争议，我们给你申请个内部优惠。你让他写一句说明而已。写完以后，是不是就变成他承认项目没问题，只是嫌贵？曹店长，你刚被要求不要再单独接触他。我是在你面前说的，怎么叫单独接触？那我也当着你面说一句，现在钱没退，事实没定，原件还没封存，你再让老人补写说明，我就报警固定现场。曹永胜，到此为止。陈云，材料先登记，确认单原件由门店保管，但复印件要留在商场投诉档案里。好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确认单可以登记，但不能复印，上面有顾客签名，也有我们门店项目格式，涉及内部资料。刚才你拿它证明我妈自愿消费，现在又说不能留档，看可以，留不行。那这张单只对你有用，对我妈没用。你别曲解我的意思。曹永胜，顾客本人签名的消费确认材料可以留投诉复印件，你如果担心内部格式，可以遮挡模板编号，但项目金额签名不能遮。许经理，这事儿没必要弄成这样吧？我都说了，可以给阿姨申请优惠。不是优惠，是多收的钱退回来。阿姨昨天也不是一点不知道吧？做项目的时候她也没说不要，她没说不要，不等于你说过价格。那总不能做完了今天说不认就不认，所以我让你们拿服务钱确认。阿姨，要不你自己说一句，昨天项目确实都做了，我们也不是不给你处理，写清楚以后我好向上面申请。我不知道怎么写。很简单，就写项目做过，金额有争议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别让他写，我跟阿姨沟通，你插什么话？现在争议没处理完，你让他补写说明就是补材料。曹永胜，我刚才说过，处理结果出来前，不要再接触刘女士补签任何东西。许经理，我是想解决问题，不是补签。再说了，她本人就在这儿，她自己愿意写，谁也拦不住吧？那就让民警过来。你真报警？消费争议归商场和监管处理，但你们现在不让复印关键材料，还围着老人让他补写说明，现场事实说不清，就请民警来固定一下。你少吓唬人！您好，我在商场2楼服务台，这里有一起消费争议，对方不让留原始消费材料，还要求老人补写说明，我们担心后续材料变化，想请你们到场固定现场情况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。什么情况？我妈昨天在这家美发店染黑发，门口广告98，实际收了1688。现在商场和区域经理在核实材料，门店不让复印确认单，还想让我妈补写说明。我报警不是让你们判消费纠纷，是请你们在现场维持秩序，固定一下材料现状。消费价格争议，后续可以走商场市场监管或者其他渠道。我们先看现场有没有强迫、阻拦、抢夺材料这些情况，都别围着老人说话。有什么诉求，对商场和负责人说。我们没有强迫，就是沟通。沟通可以，补写材料要谨慎。双方争议没处理完，别再让老人单独写说明。现在有哪些原始材料？付款记录1份，门口广告照片1份，系统加项时间打印件1份，消费确认单原件在这里。确认单没有签署时间，系统显示确认单生成时间是昨天16点32，付款时间16点37。记录清楚，确认单原件现在还能不能看？能看。能不能复印留档？按公司投诉处理要求，可以留复印件，不带走原件。那就按你们公司和商场流程办，现场不要抢材料，不要悔改材料。现在可以复印了吗？复印。我们登记一下，到场时材料状态是这样。后续价格争议，你们继续走商场和市场监管程序。染都染了，还搞这么大。如果昨天做之前就说清楚，也不会搞到今天。门店今天暂停这类低价染发活动，门口98的广告先撤下来，等价格说明重新审核。许经理，这会影响营业。不撤，继续让顾客误解，影响更大。
材料已留档。阿姨，后面如果有人再让你单独签什么、写什么，你可以拒绝。有什么争议，让你儿子、商场和负责人在场，谢谢。好好协商，别再围着老人说话。现在材料固定了，下一步就不用争签没签了。你还想查什么？查这张1688是怎么被拆出来的。我也正要查这个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单所有项目、提成、审批、门店活动广告全部调出来。先查活动报备。许经理，是这个。念出来。看文件念。活动内容：普通染黑发单项服务98元，顾客如需护理、调色、锁色等额外项目，应在服务前单独报价，经顾客明确确认后方可操作。下面还有一句：不得以发质、发量、颜色覆盖等理由强制捆绑其他服务。许经理，我没有强制，我只是建议。阿姨头发白得多，不做锁色确实容易掉。所以你建议之前报价格了吗？价格墙上都有。那他为什么进店前只看见98？门口广告不可能把所有项目都写上去。不用写所有项目，写清楚额外项目服务前报价就行。调昨天的价目表公示照片。这就是你们上传的公示照片？是曹店让我拍的。我让你拍价目表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，顾客从门口进来能不能清楚看到？这叫明码标价。店里空间就这么大，东西难免挡一下，价格难免挡住，账单倒是一项没少。你别一句一句挑刺。阿姨头发现在是不是染好了？效果是不是有？你们一直说效果，我一直问价格。昨天这单的项目加项备注是谁填的？冯总监口述，我录的。打开备注。只有口头认可。系统里是这么写的。有没有录音、签字、价目确认照片？没有。门店每天那么多客人，不可能每一项都拍照留证吧？金额从98到1688就应该留。再查提成。这单还没处理完，提成已经生成了。付款后系统自动生成。冻结。现在吗？现在。许经理，项目是我做的，药水也用了，手工也花了，不能说动就动吧？项目有没有做是一回事，收费有没有提前确认是另一回事。许经理，这件事儿我认管理上有疏忽，这样给阿姨退500，再送一次护理，后续我们加强告知。不用送，我妈以后不会再来做护理。钱按账退，话按事实说。周先生，你这样就没法协商了。不是不能协商，98以外的项目，哪一项有服务前价格确认，你拿出来，拿出来我们认，拿不出来就退。你刚才说加强告知，说明你也知道这单告知不完整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这套沟通方式本来就是店里要求的，凭什么现在都算我头上？什么沟通方式？冯立峰，我说错了吗？低价客进来，先看头发，再说普通染盖不住，引导做锁色和养护。这个不是每天晨会都说？晨会记录在哪儿？没有什么晨会记录，他乱说。梁倩，门店晨会有没有发过类似要求？有一个表。梁倩，你想清楚再说。曹永胜，让他说。这是曹店前几天发的，说98活动客进来要尽量转护理项目。统计可以，但这张表上写的是98转1688，你们自己也知道他进来时是98。这张表总部没有要求，区域也没有审批。许经理，我是为了提升门店业绩，业绩不能靠模糊价格做。这张也复印留档。许经理，这个不能留。你现在拦的每一份材料都会进入处理记录。曹店长，现在我问最后一遍，98进店，系统初始开98，门店表格也写98转1688，你还要说我妈一开始就选了1688吗？我现在联系市场监管处，请他们到场指导处理。曹永胜、冯立峰，在监管人员到场前，你们不要再接触投诉人，也不要再处理这单后台记录。我是辖区市场监管所的于明，
刚才商场反映这里有一起美发消费价格争议，我们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。于所，材料都在这里，门店这边会配合核实。先说清楚，我们不是来替哪一方吵架，价格争议看凭证，消费过程看告知，材料一项项核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的诉求是什么？退回98以外多收的钱，还有，让他们当面向我妈道歉。至于门店内部怎么处理，由商场和区域按规定办。阿姨，昨天做头发之前，有没有人明确告诉你总价是1688？没有，我就是看见门口写染黑发98，想着顺便染一下。后来他们一直说要护一下锁一下，我听不懂，也没想到会这么贵。于老师，我确实跟阿姨说过要加项目，她当时没有反对。没有反对哪个价格？你说的是护一下，还是一项399？我说了项目，我问的是价格。确认单呢？这是复印件，原件还在门店，刚才已经登记过。确认单没有签署时间，系统显示生成时间是昨天下午4点32，付款时间4点37。付款前5分钟生成的确认单，系统记录是这样。于老师，我们是先沟通，后面统一打印确认单。美发服务过程比较灵活，不可能一进门就把所有项目写死。服务可以灵活，价格不能糊涂。你说先沟通后打印，那就拿服务前报价记录、录音、书面确认、价目表指导、顾客签字，哪一样能证明？没有。当时是冯立峰跟顾客沟通的。曹店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昨天那套流程不是我一个人定的。谁服务谁负责？门口98活动谁摆的？转化表谁发的？系统提升谁审核的？把转化表给于所看。这张表谁做的？曹永胜回答：我做的，只是内部业绩统计。内部业绩统计可以有，问题是，你统计的是98转1688，那就说明你自己也知道，顾客进店时对应的是98活动价，可他后面做了升级项目。曹店长，你刚才说我妈做的是升级项目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升级前应该有一个从98升级到1688的确认，这个确认在哪里？确认单是4点32生成的，系统加项是过程中加的，转化表写的是98转1688。你们每一样材料都在证明他一开始不是选1688。你们区域怎么处理？这单不适合作为正常成交单处理，门店低价广告说明不充分，额外项目缺少服务前价格确认，确认单生成时间也无法证明服务前签署。我们区域会先按违规加单处理。那钱能退吗？刘阿姨，能退。98以外的争议金额我们先退给您，后续门店责任我们继续查。我还以为这钱要不回来了。要得回来。许经理，这就定了。事实已经很清楚，药水用了，人工也做了，全部退额外金额，那门店损失谁承担？谁没有按流程报价确认，谁承担。这不是说美发行业不能有高价项目，手艺、产品、护理都可以明码标价，问题是不能用98吸引顾客进店，再在服务过程中把价格一步步加上去，最后才让消费者看到总价。我昨天就是不好意思问，怕人家说我小气。阿姨，问价格不丢人，经营者也应该先说清楚。后台现在能发起退款吗？能。发起1590元退款申请，备注违规加项争议，先行退还，98元按活动价结算。徐经理，那我的提成？这单提成取消，在后续核查结束前，你暂停接待活动客。暂停多久？等处理结果。徐经理，我是店长，门店业绩压力大，我承认流程有疏忽，但这样处理等于把责任都压在我们身上了。不是我把责任压在谁身上，是你们自己的系统记录、转化表、确认单时间，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小袁，真的退了1590，原路返回。钱已经退了，这事儿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不可以，钱退回来是账算清了。我妈昨天回家一晚上没睡，
他觉得自己老了，听不明白，被人笑话。这件事不是退钱2个字就能带过去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道歉，不是说误会，不是说沟通不到位，是你们当着商场区域和监管的面，把该说的话说清楚。周先生，钱也退了，非要这样吗？昨天你让我妈付钱的时候，也没问她难不难受。应该道歉。退款只是处理消费金额，对消费者造成困扰的，该说明说明，该道歉道歉。后续整改情况，商场和区域都要留档。曹永胜、冯立峰，责任已经很清楚，不要再用误会2个字带过去。钱已经按争议金额先退，现在说责任。徐经理，钱已经退了，活动也暂停了，还要怎么说？退款是处理账，责任是处理人。那我刚才也说了，我只是推荐项目，推荐和加价不是一回事。我没有强迫阿姨，所以我一直没问你有没有强迫。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在做之前说清价格。目前材料能说明几个事实：第一，门口广告突出98元；第二，顾客初始开单项目是98元染黑发；第三，高价项目是服务过程中陆续添加；第四，确认单生成时间在付款前5分钟；第五，门店自己有98转1688的记录。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至少说明服务前价格告知和确认流程不完整。于所，我承认流程有不到位的地方，但不能说我们故意坑顾客吧？没人让你自己给自己换词，你只需要说事实。门口98，最后收1688。额外项目没有服务前确认，确认单是付款前才生成的。这几句哪一句不是事实？你非要逼我承认的那么难听吗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们自己的材料把话说到这一步了。曹永胜，你是店长，广告怎么摆，价格怎么公示，确认单怎么用，系统加项谁审核，这些都在你的管理范围内。你现在还想把它说成沟通不到位，那就是没有认识到问题。我认，门店告知不完整，确认程序也不规范。还有呢？为什么会从98变成1688？因为我们门店做了低价活动客转化。顾客进店后，发型师会根据头发情况推荐护理、锁色、修复这些项目。推荐可以，但这单没有把每项价格提前说清楚，也没有在服务前完成有效确认。你呢？我服务的时候确实说了项目，但没有把每一项价格单独跟阿姨确认清楚。不是每一项，是1688这个总价，你从头到尾都没说清楚。是，我没有提前说清总价。现在宣布初步处理。第一，这单98元以外的1590元，按违规加项争议先行退回。第二，这单所有项目提成和门店转化奖励取消，已经生成的结算全部冻结。许经理，我在店里做了这么久，就因为这一单？不是因为这一单退钱，是因为你把顾客点头当成顾客确认价格。第四，曹永胜作为店长暂停门店管理职务，配合区域复核低价活动客转化记录。门店广告、价目表、确认单流程全部停用重审。暂停管理职务？对。许经理，我可以整改，没必要停职吧？你刚才还在阻止复印确认单，还试图让顾客补写说明。如果不是商场和民警到场，材料能不能完整留存都不好说。这个管理责任你推不掉。商场和区域的处理记录，我们这边会留一份情况说明。后续整改公示、展稿、价格明示、消费确认流程，需要商场方继续跟进。我们会留档，门店整改没完成前，商场也会暂停他们相关低价促销展示。我认处理，认处理之前先道歉。刘阿姨，这件事儿是我们沟通不到位，让您不舒服了。停！你刚才自己已经说清楚了，现在又变成沟通不到位。我妈不是来听话术的。按事实道歉。刘阿姨，对不起。昨天您是看见门口98元染黑发的广告进店，我们没有在服务前把额外项目和总价说清楚，就让您做了护理、锁色和修复，最后收了1688。这件事是我们门店流程有问题，
也是我这个店长管理不到位，让您花了不该花的钱，也让您担心了一晚上，我向您道歉。冯立峰，刘阿姨，对不起，昨天是我接待您，我推荐项目时只说了护理、锁色这些效果，没有提前把价格和总价说明白。您点头不代表您清楚要付1688，是我做的不对。我不是不愿意花钱，我要是知道这么贵，我就不做了。对不起，以后别这样对别人了，尤其是老人，有时候不是不想问，是不好意思问。我记住了。曹永胜、冯立峰，处理记录签字，签字不是结束，后续还要复核你们店近1个月低价活动客订单，发现同类问题，继续处理。妈，到账了。真的回来了。价目表重新贴到外侧，不要再放在产品架后面，已经按要求换了。近1个月低价活动客订单复核到哪一单了？已经复核了12单，有2单也是98活动进店，后面加了护理，但确认单没有时间。联系顾客了吗？联系了，一单已经登记退款，另一单下午等顾客回复。没有服务前确认的，不要等顾客找上门，门店主动处理。曹永胜，你现在只配合交接，整改没完成之前，这家店的促销申请不再由你签。知道了。暂停接单期间，预约转给其他发型师。你先把这几单复核配合完。那我这个月提成？违规争议订单全部冻结，该取消的取消，该追回的追回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不是因为顾客闹大了才处理，是门店流程本来就错了。以后再有类似情况，不用等投诉，系统自己就要拦下来。我会按新流程做，以后没有时间和总价确认，我不结算。这才是收银该守的线。小远，我们还来干什么？商场客服说整改公示贴出来了，让我们看一眼。钱都退了，还麻烦人家？不麻烦，昨天是要回你的钱，今天是看他们有没有真改。先报价，先确认，后服务，这几个字要是昨天就在，我就不会糊里糊涂做下了。以后他们得放在明处。刘阿姨、周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昨天的处理记录已经归档，退款也确认到账了。今天商场这边对门店做了复查，整改落实了吗？低价广告已经撤下，价目表重新公示，近1个月活动订单也开始复核，后续有类似问题，商场会继续跟进。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，商场里开店，价格就要让顾客看明白。刘阿姨，昨天的事对不起。你昨天还在说已经道过歉了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你们年轻人做手艺不容易，我知道，可老人家挣的钱也不容易。我记住了。周先生、刘阿姨，昨天那单后续处理我再说一下。曹永胜暂停店长职务，配合区域调查。冯立峰暂停接单培训。这单提成和门店转化奖励全部取消。近1个月活动订单我们会逐单复核。希望不是只处理我们这一单。不是，系统规则也会改，以后低价活动客加项如果没有服务前总价确认，收银端不能直接结算。这样最好。也谢谢你们把问题说清楚。美发不是不能有高价，手艺也该值钱，但价格要摆在前面。说得对。许经理，我昨天心里堵了一晚上，今天看到你们真的改了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刘阿姨，给您添堵了，是我们管理不到位。你们后来处理得好，以后别人进来看得明明白白，就不会像我一样了。小远，我今天路过这儿，心里没昨天那么慌了。那就行。昨天我还觉得自己老了，什么都不懂，现在想想，我不是不懂，是他们没说清。对，以后谁收你钱，谁就得先把账讲明白。那以后我也不怕问价了。问价不丢人。染头发可以有手艺价，但不能把账单染成别人看不懂的颜色。